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酱园弄短发新造型，叼烟写作的希林帅到破圈，短发真酷，希林太帅了。章子怡随便说了句，就把赵丽颖在酱园弄里的女作家造型给炒热了。以前那个甜甜的小姑娘小谷，现在变成了一个干练短发、叼着烟写作的希林。这不仅打破了大家对她的固有印象，还让整个娱乐圈都一阵惊讶，瞬间静了下来。这场演员的华丽变身，简直让人惊掉了下巴，真是太震撼了。酱园弄一开拍就备受关注，这是章子怡离婚后第一次在大荧幕上露脸。大家对她的新表现都充满了期待。当剧组的演员一个个被公布出来时，真实让人感受到这是一支实力派演员的豪华阵容，还是得靠陈可辛才能把赵丽颖和杨幂这俩实力派85花聚到一块儿拍电影。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可怜的女子，叫詹周氏，9岁就被卖去当小女孩的丫鬟。17岁的时候，又被逼着嫁给一个叫詹氏的人。从那以后，她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名字，还得忍受丈夫的欺负。就是为了生活，不得已要出去找工作，老公也不让。她一不小心没能自杀，最后决定对老公下手。就这样，一个才80多斤的女人，竟然用刀杀了她那个大块头的老公。就因为体重不一样，外人才怀疑她有同伙。幸好当时有位作家苏青原型替她说话。希林，一个换了新造型的现代女性，在外人眼里，她就是个穿得很讲究的先锋作家。在舞台上，她化着精致的妆，打扮得花里胡哨的，优雅地对大家送去飞吻，还满脸笑容地说：“谢大家来捧场。”其实，她的浮夸不过是掩饰自己锋芒的手段。一摘下假发，希林立马变成了一个埋头写作的犀利作家，尤其是那抽着烟的样子，真是太酷了。连我自己都觉得这短发和中性风的搭配真是个大胆的尝试呢。赵丽颖这次的造型真是亮眼，她两个角色的魅力差别也大，怎么能不说她又突破了极限呢？这可不是赵姐第一次靠短发让大家惊艳了。前阵子，赵丽颖一头粉色短发火力全开，瞬间吸引了大家的注意。这是她第一次尝试这么大胆的发色，粉粉嫩嫩的造型让她看起来更甜美了。网友们都说她明显就是新女团的颜值担当嘛，换个颜色就是想换个心情嘛。不过她在酱园弄里的造型可比这个短多了。这种挂耳的超短发，如果不注意打理，真会看起来挺土的。正好造成这里，她的造型也是差不多的。这部剧里，她演的那位基层干部雷厉风行，短发也特别干练。而且从时尚的角度看，她这次的打扮有点显得不太时髦。不过从角色来看，赵丽颖都是想为了把李秋平这个角色演绎得更出色。对观众来说，演员每次都能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表现，真是太重要了。大家都喜欢看看演员不一样的风格。其实啊，有好看的，也有难看的。以前有人问赵丽颖，她是不是觉得楚乔那种灰头土脸的形象让她介意？她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我就想这么搞，要不然我打扮得再好看，我的脸也没啥变化。我每天妆都化得差不多，你看着看着会觉得这就是同一个人了。”这话说得真直接，分量还在增加呢。现在的古装剧市场满是那种半永久的妆容和一个样的人设，流量演员们都在各种滤镜和千篇一律的造型中搞得迷糊了，观众难免会感到视觉疲劳。再加上那一模一样的龙须刘海、柳叶眉，加上那套黑色妆容，观众看得都糊涂了。那些总是精致出镜的演员，可能从赵丽颖的清醒中得到一些启发。而且
赵丽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亮亮的，说得热火朝天。她比谁都懂，楚乔根本不是个富家小姐，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。她哪有时间随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？她想让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女战士的样子。就是因为她把角色放在第一位，赵丽颖才能把每个角色演得都不一样。回头看看她的演艺经历，其实就是一波又一波的超越自己的过程。最近，社交平台上流传了一张酱园弄演员的学历统计图，引起了大家的热议。图片中，从中戏到北影，一水儿科班出身的实力派赫然在列。中专毕业的赵丽颖，名气可真不小。评论区一下就热闹起来了，开始有人挖苦调侃，感觉好像一张证书就能决定艺术水平的高低似的。换个角度想，她一个农村姑娘，经过这么多艰辛，今天能成为一线女明星，真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赵丽颖说起以前的事儿，总是一副大方的样子。我记得小时候，其他小姑娘都抱着洋娃娃想象着童话，而我却跟着爸妈在麦田里低头忙着收割。她虽然挺羡慕别人，但家里条件真是支持不起啊，更别提去北京了。她长大后第一次离开家就是去读中专，而且廊坊这个地方对文艺和明星啥的关注度不是特别高。赵丽颖家周围还是全是村子，咋说呢？她的当演员的梦想真的是太难实现了。还好，父母给她打下了个好基础。2006年，命运的车轮悄悄开始转动了。那时候的赵丽颖就是个普通上班族，偶然看到了雅虎搜星的招募广告。他心里想着光脚的不怕穿鞋，就大胆地走上了这个竞争很激烈的舞台。谁能想到，这个自认为没啥才艺也没啥特别的，长得还很青涩的姑娘，居然能拿下冯小刚那组的冠军呢？当华裔总裁王中雷手把奖杯递给他，闪光灯一亮，赵丽颖的演艺生涯就此开始了。可惜的是，她接下来的过上7年的配角生活，有好一阵子，她就只能演些配角。她那圆圆的脸，在这段时间里让她丢掉了不少机会。直到《陆贞传奇》这部剧出来，不少人才开始真心看上她的长相。更重要的是，赵丽颖通过这次走红，开始了她演艺事业的辉煌旅程。从那以后，她没停下脚步，对现有的成绩不太满足，反而一心想尝试各种不同的角色。花千骨里，她是那个傻傻的小骨，虽然天真，但也经过了不少苦难。在《楚乔传》里，她变成了背负着血海深仇的楚乔，浑身充满了女儿家也能顶天立地的气势。在《知否》中，她把明兰的聪明和忍耐表现得淋漓尽致。《风吹半夏》里，她挺有胆气，演出了一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许半夏。《幸福到万家》里，她回归了简单的生活，演绎了何幸福这个农村女孩的执拗和善良。在乔妍的心事中，她一转身就成了个心机深沉的野心家。所以，赵姐真的是一直在拼命追求进步，敢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圈。她一点一点用作品展现了演员的多样性和无穷的可能性。这次她的短发造型和对西林这个角色的演绎，真实为她的演艺生涯增添了不少亮点，让整个娱乐圈都为她的进步和成就竖起大拇指。只要好好干，总会有收获的。从获得的奖项来看，赵丽颖在85后女星里真是顶尖的存在。飞天奖、金鹰奖双料视后的光荣加持，还有白玉兰奖等大牌奖项的多次提名。这些奖杯不仅证明了她演技了得，更是对她一直以来为了角色拼尽全力的最高赞誉。赵丽颖从那个被人怀疑的圆脸姑娘，变成了大家公认的实力演员。这10多年的时间，她真是一言难尽的华丽转身。她的故事就像是一部真实的大女主成长记。
这回他换了个利索的短发，带着崭新的形象，让人眼前一亮。咱们看到的可不光是一个演员的成长，更是一个普通人对梦想坚定不移的追求。他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，出生不能决定你的人生，努力才是改变命运的关键。